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冉冉若风。这次缝纫视频的内容呢，之前已经剧透过了，就是给自己做一条这样子的裙子，万圣节穿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这次要用到的版。这个裙子的设计呢，它是大领口收腰，然后最主要呢是它这个袖子的设计，让它有了一点那种哥特风的感觉。我准备用黑色的丝绒布料来做这个裙子，然后再配一个巫师帽，那万圣节的装扮就有了。这次打算用到的布料呢是这样的一块。这个布料呢，又是我从二手店淘来的，它是黑色的丝绒布料，然后上面有这个银色的印花。在镜头里看这个印花好像还挺显眼的，但其实现实中呢，这个印花并不显眼，它非常低调的存在。但是这个布料呢，其实我觉得如果用不好，还是很容易像祖母辈会穿的衣服。不过我觉得搭这个版做出来应该还是效果会挺好的。那这个版呢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版是我从二手店淘的，所以它并不是我的尺寸。那做的过程中呢，要做很多尺寸上的调整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版呢，其实它是为弹性布料，非弹性布料准备的，但是我这个布料呢，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做的过程中呢，针对这个版应该会做很多的调整。一会儿呢，我准备先拿旧床单来做一个草稿，好像好久没有做这件事情了哈。那反正一会儿先拿旧床单来做草稿，然后再来裁这块正式的布。那首先呢，就从准备这个版开始吧。这是我用旧床单做的上身部分的草稿，基本上上面的每一条缝线我都做了调整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把它沿新的缝线剪开，然后用它来做新的版。接下来就可以用新的版来裁这块正式的布料了。我刚才裁布的时候犯了一个初学者会犯的错误。你可以看这块布颜色是深的，剩下3块布的颜色都很浅，这是因为天鹅绒这种布料是有正反的，如果把它颠倒一下，那它的深浅颜色会不一样。所以裁布的时候呢，要全部朝一个方向裁，但是我这块布是朝一个方向，剩下3块布我是朝另一个方向裁的。那我现在只好重新裁另外3块布。我是没有想到我会犯这样的错误，但是人有时候就是粗心，大家做天鹅绒布料的时候也要注意这点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可以把它们依次缝在一起了。这是上身部分做出来的效果，感觉还是挺合身的。那接下来就可以做袖子和裙子的部分了。首先把袖子的上下2部分缝在一起，然后把袖子对折缝成筒状，然后就可以把袖子和上身部分缝在一起了。在缝好的袖口上压一圈花边。我把这袖子上的花边呢都缝好了，这个花边缝上来真的是特别好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有这种宫廷风然后哥特风的这种感觉。那这个花边呢，我是直接给它缝在袖子的毛边上了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不好的，你们千万不要学我。我呢，因为一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细服，不会常穿，另外呢，再加上这个布料呢，它是不会脱线的，所以我就这么偷懒了。但是这依然是不对的，不好的。你们要做的话，还是该包边包边，该锁边锁边，不要这样子做。那袖子的部分呢，我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来做裙子的部分吧。
先把裙子上的赏给它缝起来，然后把4片下裙依次缝在一起，把下裙和上身部分从腰上缝起来。这件衣服呢已经完成90%了，它这个后背正中的地方呢，原本的板是加拉锁的，但是因为我这个是弹性布料，所以我直接就拿缝纫机把后中线给它缝起来了，然后穿脱其实也很方便。那接下来还剩下的呢就是领口还有裙子下摆的包边了。那现在来做一下这些收尾工作，今天这个裙子要完成了。首先分别描出前后片领口的形状，然后用它来打一个领口部分内衬的板。把用这个板裁出的内衬前后片缝在一起，然后把它跟衣服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把领口一圈缝起来，对弧线部分进行剪口。把领口的内衬翻回去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，整个领口非常干净，不会有任何走线的痕迹。最后呢，只要把裙子下摆的毛边给它窝回去缝起来，那今天这条哥特风的女巫连衣裙就完成了。最后画个女巫妆，一起来看今天的成品展示吧。